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元宵节回老家，我刚到村口酒店，就被一辆抢道的奔驰撞了车头。奔驰上下来一个梳着油头的男人，对着我就是一番国骂问候。摇下车窗一看，这人竟然是我曾经的高中同学邓文斌。邓文斌也认出了我，撇撇嘴不屑一笑，啧，曾经的高考状元怎么落魄到开个破国产车？我公司实习生都开的是奥迪。我今天正好在酒店办高中同学会，你也一起来吧，省得说我看不起穷逼。曾经追捧我的同学们都围在邓文斌身边，让我给他磕头认错。就在这时，一支车队鸣笛疾驰而来，下来几十个全副武装的保镖。陈博士，航天局检测到您的车发生碰撞，特命我们来支援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回老家路上，一辆黑色奔驰在抢道超车时重撞了上来。尽管被改装过的车内有最先进的安全系统，我还是吓了一跳。以我的身份，原本去哪都要有卫队随从，但因为今天是除夕，我便放了他们一晚上的假期，自己独自回了老家。脑子里闪过几个最坏的可能，我正怀疑是不是恐怖袭击。只见奔驰车上下来一个人，油头黄毛，紧身皮裤，皮衣上还有个巨大的闪片骷髅头，一看就是标准的精神小伙装扮。他一下车就指着我的车头，嘴里飙着国骂，仿佛违规超车造成车祸的人不是他，而是我的错一样。我本想报警了事，但看到他眉宇之间颇有几分熟悉，还是皱眉摇下了车窗。你是邓文斌？记忆中那张总跟在我后面满是讨好的稚嫩面容，和眼前这个满是尖酸刻薄的脸缓缓对上。邓文斌一愣，吊梢三角眼一眯，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，忽然冷冷一笑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们的大班长林国栋吗？他语气夸张，一嗓子就嚎得人人侧目。车祸的动静本就引了不少人看热闹，围观人群中有不少熟悉的面孔，都是原来的老同学。林国栋不是咱曾经的学生吗？他好多年都没回过老家了，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。邓文斌看起来混得比他好多了。听到周围人的窃窃私语，邓文斌的脸上更加得意。他轻蔑地看了眼我的车，故意提高音量，啧，曾经的高考状元怎么落魄到开个破国产车？我公司实习生都开的是奥迪。我的工作高度涉密，安保问题更是重中之重，车辆选用都是经过重重审核和特别改装的，自然选用最安全放心的国产品牌。当然，这一切并不可能让别人知道，我只是淡淡道，支持国货，有问题吗？邓文斌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一拍大腿，不愧是高材生啊，找理由都找得这么冠冕堂皇，还以为自己是学校里的香饽饽呢。要不要我给你发张奖状啊？穷就穷呗，被人笑话没本事又不会少块肉。但是你又穷又爱装逼，这不就是穷逼了吗？他挤眉弄眼，一阵阴阳怪气，周围同学们也跟着用不屑的眼光看着我，发出嘲弄的笑声。笑到最后，邓文斌大发慈悲般一挥手，仿佛要赏我天大的荣耀。算了算了，我今天正好在酒店办高中同学会，看在都是老同学的份子上，你也一起来吧，省得说我看不起穷逼。长这么大，我还从来没被人这样羞辱过。考取当年省状元后，我从清北大学本科毕业，
便直接被国家秘密人才培养计划录取，在航天局麾下的机密研究院一路求学和工作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成了带领卫星研究发射的课题组长，职级上尉，同省部级正职。年过了回去还要再往上升一升，不过因为项目的保密性，我的名字没有广泛出现在宣传里，一直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高尖端人才。眼下面对邓文彬的言语攻击，我虽然生气，却也没失去理智到自曝身份。邓文彬，今天的车祸是你全责，但看在同学一场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，不过你必须向我当面道歉。明明我已经做出了退让，可邓文彬依旧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蛮横嘴脸。他嗤笑一声：笑话，老子这些年前赚的不少，村口这家酒店都是我开的，你一个穷打工的，有什么资格让我给你道歉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旁边立马有人附和：对对，而且谁说车祸是邓哥的错？我都看到了，明明是林国栋那辆破车撞了邓哥，是林国栋全责。撞车的位置正好是监控死角。他们这一嚷嚷，不少人也跟着说起瞎话。邓总的技术那么好，怎么会出错？肯定都是林国栋不对。就是，一辆破车还敢挡人家豪车的道，真是没眼力见。他们越说越过分，最后邓文彬身边的狗腿竟然直接上来拽我的车门，对着我的车窗啐了口浓痰。林国栋，我劝你识相一点，赶快滚下来给邓哥磕头道歉，否则这年你就别想好好过了。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这样无耻，生气道：你们真的可以颠倒黑白吗？我的行车记录仪已经把一切都拍下来了，我不打算再心慈手软，拿起手机就要报警。可是邓文彬竟然越过车窗，一把将我的手机抢了过去。穷逼就是穷逼，用的手机也是国产便宜货，不像我一直都用最新的苹果 Pro。 他哈哈大笑两声，一抬手居然将我的手机扔到了旁边的池塘里。来，哥们几个帮我想想办法，今天谁能让林国栋这小子下车，我给谁包个10万大红包。这话一说，周围人都露出了贪婪的神色，摩拳擦掌围了过来，想让他下车还不简单，直接把车砸了呗。一人说着抄起铁锹，朝着我的车门就砸了过来。哟，没想到这车门这么硬，兄弟们都来给我砸，那人的铁锹都震脱了手，可他却没意识到，这是老天给他的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其余人听后纷纷上前，他们手里拎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铁锤钢管，对着车就是一顿砸。尽管这辆车经过完全改装，但要想做到和普通车的外观完全一样，当然不能大面积选用特殊钢材。眼看车头已经瘪了下去，我最终还是打开了车门，下来了。那些砸车的人仿佛是见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。邓文彬见我出来，不屑地点燃一支烟：大班长啊，现在可不是上学的时候了，我的话在这个村就是圣旨。不过今天老子心情好，只要你跟我上去参加聚会，我就可以原谅你刚才对我的不尊敬。他咂巴两下嘴，朝我脚边吐了口浓痰，随后他就从腋下夹着的挎包里抽出来一沓沓100元大钞，朝着空中挥洒开来。周围的人一顿疯抢，甚至疯狂到将一张钱撕成2半。走呗，大班长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同学们可都非常想念你啊。邓文彬又冲我脸上吐了口烟雾，我眉头皱起，本不打算和这傻子过多纠缠，可看看周围这些见钱眼开的疯子，
再看看邓文彬这不肯罢休的态度，我心中也来了脾气。再者说，我的手机还被他扔进了池塘，这笔损失我还得找他算呢。行，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的见一见。我冷哼一声，答应了下来。邓文彬见我答应下来，当即哈哈大笑着往酒店里面走去。酒店的保安主动和邓文彬打招呼，一口一个邓总的叫着，同学们无一例外都是十分羡慕。我说林大班长啊，你在外面见过大世面，你说说看我这酒店算是啥星级的？邓文彬享受够了周围人崇拜的目光，转头就找到了我。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贬低我去抬高他自己，否则他也不至于炫耀似的问这种问题。比快捷酒店商务一点，2星不能再多了。我撇撇嘴给出了结论。邓文彬却是眼珠子一瞪，怒道：简直是胡说八道，你就这点眼光？我这酒店可是投资了1000多万呢。周围人听到后眼睛都直了，光是投资就1000多万，邓总果然是赚了大钱啊！1000多万的酒店说开就开，真牛，太厉害了！邓总你带带我呗，给我个看大门的工作也行啊。无数人亮着眼睛找邓文彬许愿，小事，大家都是同学。邓文彬哈哈一笑，显然他从那些狗腿嘴里又重获了信心。但我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星级酒店不只是看投资，还要看整体的设施建设以及服务水平，更何况千万资金只是5星级酒店的入门投资而已。这些话无一例外的是在刺激着邓文彬，他恼羞成怒地看着我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能花1000万，你能花吗？我很清楚，他就是想让我亲口承认他有钱罢了，但我却只是眉头一挑说，经我手的投资，可能一个项目1天就要1000万吧，这个我还真是没说瞎话。航天项目哪个不是用亿做单位的？可周围人听到后，却是无一例外的哈哈大笑了起来。燕寡平瓯蟹黄贱卖楼葱零窜嘴牢笼句，笑死我了！你是做殡葬行业给人烧纸的，还吹牛1天1000万？我看你长得像1000万，他们都没人相信我。不过我也没想过要解释，以他们的智商，可能就算我暴露了自己身份，他们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。邓文彬更是没说话，只是嘲讽地看着我。很快，我们就到了酒店楼上的包间。包间装修的富丽堂皇，服务员恭恭敬敬地在一旁等着，所有人跟着进去。但邓文彬没坐下，谁也不敢坐。哎呀，都是老同学，随便点就是了。都坐哈！邓文彬一边说着，一边十分装逼地坐下。紧接着，他狗腿子就过来找我麻烦了。我说林国栋，你当年不是咱们这儿的状元吗？我怎么看你现在混得也一般啊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说话这个叫张伟，他叼着烟，不屑地看着我。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向了我，一副准备看笑话的表情。我耸耸肩膀，就正常工作呗。多少钱1个月？我听说大城市生活压力很大啊，你1个月没有个10万8万的，能混得下去？张伟继续暗讽。工资我也不太清楚，没算过。我摇摇头，这些年忙着科研，每天都头昏脑胀的，连工资卡我都不记得放到哪里去了。更何况我衣食住行都不需要自己花钱，这就导致我对金钱的观念约等于0。我看你是挣得太少，没脸说吧，哈哈哈！张伟肆意大笑起来，周围的人同样是跟着起哄。类似学神也不过如此的话，我都快听腻了。行了行了，人家可是学神，是状元啊，人家也是有自尊心的好不好？
邓文彬哈哈一笑，随后又看向我，不过说真的，你要是在外面混不下去，你回来找我就行。看大门，我1个月给你3000不少了。他嘴角都快咧到耳后去了。这时还不等我说话，门口就又进来了2个女人。起初我还没在意，但听到其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后，我顿时抬起头来。苏若楠，我有些意外地看了过去。她是我高中时期一直相互督促的好伙伴，家境一直不错。后来高3去了国外，听说在国外发展的还不错。再见面，她依旧是那么漂亮清纯，只是眉眼间多了几分对生活的哀愁。苏若楠见到我之后同样很惊讶，不过她还没和我说话，身边那个女人就拉着她去了邓文彬那边。邓总，我把若楠带过来了，你得给我点表示表示吧。这女人叫刘薇，高中时期就是个小太妹。邓文彬笑开了花，他直接扔给刘薇一个红包。刘薇接过去兴奋不已，接着又说，若楠家最近的麻烦你肯定也听说了，他这次来就是想让您帮忙的，您可得尽力去帮啊。他冲邓文彬眨着眼，而邓文彬眼里的兴奋已经是快压不住了。这时一旁的张伟又嘲讽似的问我，学神，高中时候苏若楠跟你不是形影不离的吗？现在他有麻烦你不帮忙啊？我皱了皱眉，结合之前邓文彬2人的话，我也意识到苏若楠肯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，否则前2年我听说他还过得蛮不错，现在怎么可能还要找邓文彬来帮忙？来，苏若楠，坐我这儿来。邓文彬嘴角一咧，苏若楠咬咬嘴唇，冲邓文彬问道，你不是说林国栋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过了吗？那他现在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心中一怔，他还专门问我在不在。邓文彬听后却是不屑一笑，那咋了？今年正好遇到他了呗。再说遇到就遇到了，你要是真那么在乎他的看法，那就别来求我帮你啊。邓文彬冷笑2声，当婊子还要立牌坊，我呸！张伟在一旁尖酸刻薄地出言羞辱。苏若楠紧咬嘴唇，他却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最后还是坐在了邓文彬身边。哈哈哈！邓文彬忽然看着我大笑了起来，其余人都是一副看热闹的表情，就好像我是小丑供他们玩乐一样。我皱了皱眉，但还是沉住气，没有发火。紧接着邓文彬就不屑地表示道，所以我就说嘛，学习有个啥用？看看咱们曾经的学神都学成状元了，结果现在连我一根毛都比不上。再看看苏若楠，以前学习好吧，还能去国外留学呢，结果有啥用？没钱他们狗屁都算不上。邓文彬完完全全就是暴发户的嘴脸，但苏若楠却只能闭嘴隐忍下来。周围的人纷纷捧邓文彬的臭脚，一个个夸赞他说得对，有眼光，是个聪明人。这种情景是我在过去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，我为他们感到可悲。行了，苏若楠，我也不难为你，我知道你要面子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这个。紧接着，邓文彬让服务员推着车进来，车上摆着由酒杯组成的高塔，最下面是酒杯，一直到最上面只有1杯。你喝1杯，我就答应借给你1万，全部喝完我借你50万。邓文彬狞笑地看着苏若楠，周围的人也跟着起哄，都想看看苏若楠能喝多少。被这么多人盯着，苏若楠显得非常有压力，但她只犹豫了片刻，接着就一口将第1杯酒闷了下去。喝完之后，她剧烈咳嗽了起来，脸色瞬间通红。我警告你别吐啊，这可都是上好的茅台，你懂不懂欣赏？邓文彬欣赏着自己的恶趣味，
苏若楠一脸痛苦之色，很显然他根本就不会喝酒，茅台再好，他也尝不出来。眼看苏若楠要端起第二杯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够了！我上前一把摁住苏若楠的手，你根本不会喝酒，不要勉强自己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他忧郁的眼神让人看着心疼。一旁的邓文斌大怒：林国栋，你特么找死是吧？死穷逼一个，还装上英雄了！他指着我一顿叫骂，还不赶紧滚开，耽误了老子的兴致。老子让你今天走不出这栋楼。可我对他的话却不为所动，仍是抓着苏若楠的手。下一秒，苏若楠甩开我：谢谢关心，但如果你不能帮我喝酒的话，就请你不要阻拦我。他抓起酒杯就往嘴里塞，我再次抓住了他的手。我不能帮你喝酒，但我能帮你解决现在的困难。我看着苏若楠，他的眼神从疑惑变成了惊讶，最后又变成了苦涩。你知道我要多少钱吗？50万对我来说都只是杯水车薪。他咬咬嘴唇说道。而旁边的邓文斌听后却是猛舔嘴唇。嘿嘿，既然你这么缺钱，那我看你也别喝酒了，你等会结束了跟我走，陪我玩个几天，我保证把你们家的事情办妥了。邓文斌脸上藏不住的喜色，看得出来他这就是想趁火打劫，劫的还是色。你到底需要多少钱？我一脸认真的看着苏若楠。不光是钱的问题，我们家矿上的生意被人盯上了，只有邓文斌能帮我，你明白吗？他咬咬嘴唇看着我，我皱了皱眉。我倒是忘了邓文斌以前只是个小混混，现在能这么有钱，当然不是他自己闯出来的，估计是他们家不知道怎么的变成暴发户了。哈哈哈！邓文斌大笑，你放心，我哥认识上面的人，分分钟给你把生意保留下来，但前提是你得让我高兴高兴才行啊。他一脸猥琐的看着苏若楠，旁边的张伟还在嘲讽我，没想到吧，邓总亲哥哥人家是体制内的，乡村改造还有工厂建造都是人家一句话说了算的，这些年赚了多少钱，你这辈子都想不到啊！学得好不如混得好，会学习不如会拍马屁，你又不会赚钱，还不如人家有关系，你拿啥比啊？张伟的这些话说进了邓文斌心坎里，他接着就走来冲我说：哎呀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不舒服，但这个世界就是分阶级的，你这种人就只配仰望我。我看着嚣张的邓文斌，总算是弄清楚了怎么回事，同时心中也松了口气。要说钱方面，我可能确实不比邓文斌，但论体制内，论职级，镇长见我都得预约。而我听张伟那意思，貌似邓文斌和他哥贪了不少钱吧，那这事就更好解决了。我看向苏若楠，相信我，我能帮你。我一脸认真地冲他说道。邓文斌皱了皱眉，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，你没完了是吧？穷逼一个装什么呢？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没让你在外面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就已经是看在咱们曾经是同学的份上，结果你是给脸不要脸，一再拆我的台，你真以为老子不敢动你是不是？邓文斌越说越生气，越说越急眼，他那些狗腿子也将我围了起来，一副气势汹汹要动手的样子。苏若楠则是赶紧拦在我面前，邓总你别生气，我陪你就是。他咬着嘴唇，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，但他这样的态度并没有让邓文斌高兴，反倒是让对方更加愤怒了起来。他一把抓住了苏若楠的手腕，怒道：怎么，老子今天就是要动他，你敢因为这个就不陪我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，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？
老子喜欢你这么多年，现在你还要靠着老子的关系救你们家的生意，你反倒还敢威胁我。邓文彬的力气不小，苏若楠痛得脸色都变了。我没有再隐忍，直接上前将邓文彬的手指掰开，一把将苏若楠拦到了身后。劈卸双极剑杆，马恶习怕铁叶乌吃一俊。邓文彬大怒，他指着我骂道：“贱人，你现在就是给我跪下道歉，我也不可能原谅你。”我冷冷地盯着他，谁给谁道歉可还不一定。我的这句话让邓文彬怒极反笑，他大手一挥地冲众人喊道：“都给我上，打断四肢的，一个奖励10万。”本身邓文彬就不是什么好鸟，他身边聚集的那些狗腿也都是乡里的混混，更何况10万块钱，那都是他们好几年的工资了，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。苏若楠抓着我的手也用力了一些，我知道他是在担心我。跑！他拉着我，不由分说地带我往外面跑去。我愣了一下，任由他带着我离开。他的背影一如当年，只是这次我们并非奔跑在田野。站住！身后邓文彬的人很快就追了过来，刚到楼下，我们就被保安堵住。妈的，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邓文彬愤怒地指着我。苏若楠紧咬嘴唇，他上前一步喊道：“事情因我而起，你找我的麻烦就可以了，别为难他。”闭嘴！邓文彬气得要死，他指着我怒斥：“你小子要是个男人，就给我站出来，别躲在女人后面。”这里的事情闹得很大，四周更是围了里3层外3层看热闹的人群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看了看手表的时间，还好，赶得及，一起上。这回邓文彬也不管那么多了，直接让所有人一起上。正好今天还有这么多人看着，正是他立威的好机会。但就在这时，一整支特殊车队鸣笛行驶到了门口，从车上迅速下来了10多名全副武装的保镖。刚下来，他们就四散在我四周，将我严密保护起来。林博士，航天局检测到您的车发生碰撞，特命我们来支援。领头的人给我敬了个礼，神情严肃地说道。我刚松了口气，还没说话，一旁的张伟就不屑开口：“哟呵，你小子从哪儿找来的演员啊？还真挺像的啊！”他指着我这边，甚至还想闯进来，结果下一秒他就被向我汇报的保镖队长摁住。邓文彬见状也是大怒，他刚准备带着人上前动手，结果那些全副武装的保镖就将武器掏出来，对准了他们的脑袋。看着黑洞洞的枪口，邓文彬当场吓傻了。他的那些狗腿子此刻也都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从之前的嚣张跋扈瞬间变成了温顺的小绵羊。周围那些围观群众更是吓得不敢动弹，生怕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什么坏人。别太张扬！我皱了皱眉，让他们将武器收起来。保镖队长却直言：“您的生命安全不能受到一丁点的威胁，任何对您有威胁的可能，我们都要尽量排除。”邓文彬听后更是惊吓过度，直接尿了裤子。我不是威胁啊，我是林国栋，我是学神的高中同学，我们是好朋友啊。邓文彬哭丧着脸开始攀关系。少废话！双手抱头蹲下。保镖队长呵斥一声，邓文彬和他的那些狗腿子纷纷乖乖地蹲下，再不敢废话半句。张伟那个愣头青被摁住之后还不老实。哟呵，林国栋你可以啊，找的演员够专业的，但你个废柴还装博士，还是航天局的博士，有点太招笑了吧？张伟瞪着眼睛大喊：“闭嘴！”保镖队长呵斥一声，接着说：“
林博士的身份岂是你能随便质疑的？若不是林博士没有受到伤害，你们现在都得进去吃牢饭。保镖队长的话本没有人敢质疑，但张伟这个愣头青坚持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骗局。你吹牛呢？还吃牢饭？知不知道我们邓总哥哥是谁？人家可是体制内的。张伟还在吹牛，邓文斌却是差点白眼一翻，气死过去。他又不是傻子，这种荷枪实弹的阵仗，正常人哪有这个待遇？你别说了，我求你了，行不？跟他比起来，我哥算个啥啊？邓文斌无力呐喊。我冷笑2声，随后让保镖队长将他们先都放开。邓文斌被放开后，连滚带爬的来了我面前。对不起，林博士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您是航天局的。我该死啊！他说话都在哆嗦。我猜他应该是因为他哥哥是体制内的关系，所以对于我的身份有一些比较清楚的认知，不然他也不至于怕成这样。不用，我没事。我摇摇头。邓文斌立马就要感激的给我跪下道谢，可我却说：别着急谢我啊，现在你知道我是航天局的博士，那你应该也知道我手机里的内容应该属于国家机密吧？现在手机被你扔进去池塘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邓文斌跪下的姿势瞬间僵住。还有啊，你哥哥这些年配合你做了不少坏事，对吧？如果不是张伟跟我炫耀，我可能都不知道呢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应该检举一下他呢？我微笑地看着他。邓文斌瞬间瘫软在地，他张嘴刚想说话，却是白眼一翻就晕倒了过去。在这之后，邓文斌一家就从村子里消失了。听别人说，他们好像一家子都被查出来了有犯罪行为，估计要在监狱里住个10年8年才行了。而苏若楠家里的困境也被顺利解决，就连镇子周边一些不合理的工厂也被取消，换成了真正便利人民的工厂。1年后，我和苏若楠走到了一起，尽管聚少离多，但我们仍旧相爱。对于家乡的建设，我一直没有停下。我深深爱着这片土地，也是真的想改变这片土地。我知道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还不能停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